截至2019年，宝格丽在全世界已经关闭600多家门店，就连施华洛世奇这种轻奢珠宝的头部品牌，也在2020年传出即将关闭3000家门店。同年，潘多拉的财报也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半年的有机销售暴跌了43%。这一切珠宝品牌光环的接连消退，竟是源于一个中国小城珠宝产业崛起带来的冲击。一件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宝石、钻石首饰，如今以人造的形态，华光璀璨地躺在橱窗里，标签上赫然写着9.9元。走进商场，那些切割精巧的高档裸石、裸钻的价格更是低得惊人，一颗甚至不会超过10元人民币。这里就是被誉为世界人工宝石之都的广西梧州，一座颠覆了全世界宝石价格体系的城市。梧州市位于广西西南部，是粤语的发祥地，地处粤桂交界、三江交汇之处，历来被视为桂东门户，是广西重要的贸易之都。1897年，梧州被西方列强开辟为广西的第一个通商口岸，但因为建国后修建的离站铁路线绕开了梧州，梧州失去了引以为傲的航运优势，逐渐走向没落。上世纪80年代，梧州市出现了一些不起眼的水晶珠宝加工小作坊，只是规模不大，并未形成完整产业链。1982年，一位名叫崔福明的香港珠宝制造商来到梧州探亲，车子一开进梧州市境内，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存在于街巷里的珠宝加工小作坊。崔福明调查后发现，梧州市的人工成本很低，自己公司所在的广州当时的工人月薪已经增加至1个月300元，而梧州工人每月的工资尚不足100元。低廉的人工成本让崔福明看到了商机，他当即决定将珠宝工厂迁至梧州，于同年在梧州市创办了第一家人工宝石加工企业，人工宝石的产业就此正式起步。但谁也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小钻石加工厂，竟改变了全球的钻石格局。全球钻石大牌纷纷倒闭，原因竟在于广西的小城。广西梧州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崔福明在梧州创办了第一家珠宝加工厂后许多香港和台湾的珠宝商也效仿他的举措，一时间梧州的人工宝石加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珠宝产业蒸蒸日上。在很多人眼里，人造宝石就是假宝石，是不可能盈利的。要知道，收藏级别的天然宝石，真正能买得起的人其实没有多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需要的是把宝石做成首饰戴在身上，衬托气质，而不是花大价钱买一块回来摆在家里收藏投资。这个时候，宝石的装饰价值就远远超过了收藏价值。梧州在发展初期，加工宝石的能力有限，所生产出来的大多是中低端产品，主要卖给中东和东南亚，海外市场并不大。但随着亚洲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崛起，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平价珠宝装饰品的需求量也就增加。梧州的人工珠宝产业发展抓住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给当地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韩国、泰国、欧美、俄罗斯等国家的珠宝商也都纷纷来到梧州投资建厂。由于人工宝石成本低廉，几乎可以完美替代天然宝石，又可以人为控制外形，能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在性价比方面远胜于天然宝石。梧州的人工宝石产品畅销海内外，以每年数十亿件的销售量取胜，占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2000年左右，梧州人工宝石产业发展到顶峰，世界上70%的人工宝石产量都来自梧州。经过40多年的发展，梧州的人工宝石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完整的生产体系，甚至还研制并推广了玉石种植技术。如今，梧州的宝石年产量一度超过1000亿颗，产品款式达600多种，远销中东、欧洲、美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占全世界人工宝石交易份额的70%。人造宝石的成功打破了数百年来的宝石神话，使得天然宝石的地位被动摇，价格下跌了近乎90%。能以更亲民的价格买到无限接近天然宝石的人工宝石，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只是对于那些国际珠宝商来说，就有的哭了。然而，成功的背后必有看不到的艰辛。梧州的人工钻石之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从100万美元到9.9块，资本家精心编织的宝石神话，让一个小珠宝加工厂到改变世界珠宝格局。梧州市的珠宝发展让人感叹，但事情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梧州的珠宝加工也是如此。一件宝石饰品的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设计和规划、宝石切割和打磨、珠宝镶嵌等环节。
然而，长久以来，梧州的人工宝石产业主要集中在宝石切割与打磨的中游领域，原材料环节与宝石镶嵌产业基本都在梧州市以外。梧州的宝石加工凭借着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作为获取大量利润的基础，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动化，加上人工宝石行业不断向高端层次迈进的趋势，单纯的切割与打磨工艺已经不能再为宝石提供附加值，宝石的加工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宝石行业看似日进斗金，实际利润却不足10%。梧州生产人工宝石最主要的原材料是立方氧化锆，每年需求量约在4600吨以上，但梧州本地却没有产出锆石的能力，所有的原材料全部依赖四川、江西等地的供应。为了解决人工宝石的行业困境，梧州的宝石商们积极打造梧州宝石科技产业园和饰品宝石产业园，通过不同的定位形成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饰品制造业，完善并延长人工宝石产业链，加速本地宝石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还积极开发本地立方氧化锆矿藏，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从本世纪初，梧州就致力通过每年的梧州宝石节扩大影响力，打造产业品牌走向世界，并申请在当地高校设立人工宝石实验室，积极推进宝石技术的课题研发，持续提高产业竞争力。如今梧州人工宝石产业在原材料和加工工艺上已经做到了顶尖，每年产出体量庞大，可在成品市场上依然缺乏成熟的设计体系和自己的品牌。虽然宝石行业足够发达，但近年来梧州的整体经济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活动有限，人口流失非常严重，只能被归为4、5线城市。既留不住当地的年轻人，也吸引不到他省的精英人才投身宝石行业，仅仅依靠现有的制造技术还不足打造宝石行业的突出优势。任何一种行业都是适者生存的竞技场，只有那些具备坚韧、创新和适应性的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久地走下去。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